我和校草室友林露偷偷地谈着恋爱。后来他对我妹一见钟情，利落地删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淡漠地警告我，我不是同，也没喜欢过你，只拿你当消遣而已，别认真。他怕我死缠烂打，甚至还将他的直男兄弟谭颂介绍给我，漫不经心地劝我尝试掰弯谭颂，但我好像没怎么努力，他自己就弯了。那天林露撞见我们接吻，风一般挥拳砸向谭颂，你说你不喜欢男的，我才放心把你介绍给他的，你怎么敢亲我的人？篮球场内，中场结束哨声响起时，我拿着手里的冰镇百香果汁走向林露，但眼前一幕又让我在不远处停下。妹妹姜汁拿着水已经跑到了林露面前，林露接过，勾着唇将冰镇水瓶贴在她脸上。凉快吗？但是这个是给你喝的呀，你打球到现在一定很渴。林露眼底一片纵容，低笑道，你凉快更重要，别晒话了。妹妹脸比刚才更红了，羞赧的别过头时刚好看到我，她拉着林露的手走到我面前，扬唇介绍道，林露，这是我哥。哥，这是我男朋友林露。四目相对，林露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，注视着我的目光有些冷。认识他这么久，我不难明白他此时的意思，是在警告我别在现在揭穿我们的关系。无力感重重地压在心口，我很淡地笑了一下，你好。他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，态度冷淡。姜汁注意到我手中的杯子，困惑地咦了一声，哥，你不是百香果过敏吗？那你这杯是给谁的？我捏着杯子的手紧了紧，下意识去看林露，而他只是扫了一眼，便事不关己地挪开视线。这一幕被姜汁捕捉到，他迟疑的视线在我们身上来回巡视。哥，你看林露干什么？气氛陷入僵持时，身旁的百香果汁被人抽走，是林露同队的谭颂，也是计算机系的细草。他打开瓶盖，直接灌了一口，我让他帮我带的。说完嘲弄地看了林露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对，还在怔愣的我眼风都没有扫过来过。姜汁明显松了一口气，但唇边的笑意变得有些僵硬。对了，林露，我哥和普通男生不一样哦。他挑了下眉，怎么？姜汁明快的语气在此刻听起来有些刺耳。他说，我哥他呀是同性恋，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就是很有可能跟我抢你哦。我垂着身侧的手不由得握紧，立刻看向姜汁，但他下一秒就愉悦地笑出了声。开玩笑啦，我哥肯定不会抢我男朋友的。林露自始至终都没将目光落在我身上过，只是对姜汁漫不经心一笑。我是直的。这个假设永不成立。湿热的空气加持下，窒息感被无限被放大。我动了动唇，姜汁，这玩笑没意思。他笑了下，没有接话。晚上9点，林露才回的寝室。双人间的公寓规格，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。林露跟我提结束关系的时候，我没有一点意外。好的，我点了点头。林露怔了一瞬，似是没想到我这么干脆，抬眸无声地看着我。许久，他才淡淡开口，江寒，我有2个条件。我看着倚在门框边的男生，语气平静，你说。我不希望你妹妹知道我们之间的事，毕竟我也没喜欢过你，我从来不是同性恋，只拿你当消遣而已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低头了，无意味地牵了牵唇。2是我们断了后你不能死缠烂打。江寒，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别当我的绊脚石。我知道他这么说的缘由。刚和林露在一起不久后的某天晚上，回到寝室，他将我摁在床上接吻时，我看到了他领口处的口红印。等下，我忍着耳朵烧起来的热度，偏过头叫停他。林露没尽兴，追过来有一搭没一搭地亲着我嘴角。不让亲了。我看着他的衣领，有些茫然地问，为什么这里会有口红印？他扫了一眼，又平淡地收回视线，密密麻麻地吻着我的唇边，散漫地解释，晚上去了夜店，可能谁蹭上去的。我没注意，我刚提起来了的心稍稍放下来了些，抬起下巴，主动亲了他一下，温声道，那以后注意保持距离好吗？不要再让人把口红印蹭上去了。林露吻我的动作停住，他从我身上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。江寒，你过了。月光下，男生的眉眼是比夜色还要冷寂的疏离。我愣了一秒，四肢不由得开始发凉，却仍然不死心地问，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？这种话为什么会被定义为过界？林露点了根烟，闻言咬着烟的唇，扯出个荒唐意味十足的笑。你非说我们在谈恋爱？他一顿，轻点了下头。也没问题，但我不喜欢被人管束，我有自己的分寸。烟雾在我们之间散开，林露身上那股生人勿近的距离感在此刻尽显。最后一点，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能接受吗？他看着我，轻慢地笑道，我是无所谓谈不谈的。我想，他是我第一个那么喜欢的人，那时只要想到跟他分开，就难受的要死。所以我忍着泛红的眼眶站起身，走过去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。
嗓音经过干涩的喉咙，半晌才颤着唇道：“好，林露，我喜欢你。”他嗯了一声，狭腻地咬着我的耳朵，音量极低。我知道，但很奇怪，那天之后，我依旧很黏林露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准备好一切退路，任由爱意一点点流失。思绪回到线下，林露那句别当我绊脚石还回荡在耳边。我回过神，依旧神色平静。好的，林露，我们好聚好散，我不会再纠缠你。他凝视着我，对我的话没有反应，片刻才用比刚才更为寒凉的口吻说道：“江寒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”林露扔下这句话就转身离开。我今晚不回来睡了。我忙叫住了他。林露。男生顿住脚步，有一声很清浅的沈笑声传了过来。怎么？我语气严肃了很多。芝芝没有谈过恋爱，你别伤害她。你和她在一起后，别再像以前那样和别人暧昧不清，她会伤心的。剩下的话我没再说出口，因为我试过那种感觉，难受的会濒死过去。林露沉默几秒后，缓缓转过身，勾唇轻笑了声。什么意思？江寒，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在外面乱搞？我偏过头，身体心里都累到了极致，疲于应付他，只是说你可以走了。下一秒，身后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林露一把摁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摔在门上抵住。我疼得闷哼一声。他有1.9米，比我高出10公分，即使微弓着身，依然压迫感十足。他的手大力拍在我耳侧的门板上，震得我耳膜微疼，周身的戾气强烈的让人忽视不了。你听好，我只说一遍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没吻过任何人，睡过任何人。林露的那2句类似偏爱的话，并没有动摇我早已麻木的心，但在那天，我见识到他和江之的相处方式，还是不由得自嘲出声。原来林露不是不会爱人，我曾一直以为天之骄子的林露，即便是谈恋爱，也是像和我在一起时那样，无拘无束，耐心有限，且永不低头。但江之几乎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哥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听着电话那头江之的哭声，立刻小跑出了图书馆。怎么啦？芝芝，他呜咽着，话说的断断续续。我和林露吵架了，我膝盖摔破了，走不动，但他丢下我就离开了。哥，你可不可以来学校后面那个山坡接我？我轻声安抚他，我马上就到，别哭了呀，乖。差不多700-800米的距离，我跑到一半，本就阴沉的天开始滴雨，但现在回寝室拿伞更耽误时间，我只好跑得更快点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却并没有找到江之，连忙给他打电话。芝芝，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雨滴越来越大，随着一声闷雷，卷着狂风骤然变成暴雨。啊，哥。江之愣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忘记告诉你，林露背着我离开了。他清甜的声音染上雀跃。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哥，原来林露不是丢下我了，她是去买伞了。我狼狈地跑到附近的亭子，企图让自己少淋到一些雨，但雨滴被风吹乱方向，依旧从四面八方飘来。江之那边还听得到脚步声。哥，你是不是没带伞啊？我握着滴水的手机，轻嗯了一声。顺着电流，我听到听筒那边的对话声。林露，我哥没带伞，肯定被困山上了，你把我放在旁边的教学楼就好，先去接我哥吧。林露轻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地哄道，每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，但祖宗，现在你膝盖处的伤口需要立刻消毒，我这次真没办法听你的话，必须先去医务室。江之娇声娇气地哦了一声。那我哥怎么办？林露的声音是我熟悉的冷淡，他一个男生淋点雨没什么，没那么娇贵，能自己跑回来。我浑身冰凉的不像话，四肢像是冻住了一样被定在原地，整个人有些恍惚。原来夏季的雨天温度也会骤降到这个程度，寒冷刺骨，是我从来没彻底了解雨天而已。这次我抢在江之开口前出声，很近，哥能自己跑回去，你赶紧去处理伤口，消完毒记得给我拍一张照片让我放心。挂断电话，我利落地跑进了雨里，只用3分多钟我就回到了寝室。如果没有那通电话耽误，我会少淋1分多钟的雨。下次我绝对不会再因为不值得的人或是停留。冲了个热水澡出来时，林露罕见地回了宿舍。自从和江之在一起后，他就从没回来过。听说是在外面为江之租了一套2室1厅的公寓。我桌子上搁着一杯冲泡好的感冒冲剂，林露坐在转椅上拿着手机打游戏，听见响动，抬眸看了我一眼。喝了，芝芝专门让我回来给你送药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回到桌位，捧着杯子一口一口喝着，暖意很快蔓延全身。林露一局游戏打完，收起手机离开。路过我时，不咸不淡地丢出一句，少给人添麻烦。但这次我没有搭理他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已经尽量避免跟着2人见面了。但江之突然很黏我，和林露一起吃饭也要拉上我。2人坐在我的对面，林露正剥虾，
包好一个放进姜汁碗里一个。姜汁托腮看着他，郁闷地叹了口气。林露，你怎么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呀？林露轻嗤了声，别没良心，除了你，我还对谁好？我哥呀。林露剥虾的动作顿住，我也放下了筷子，抬头提醒他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跟你们都没什么交集。姜汁咬着筷子，面色无辜地眨了眨眼。可是上次我让他去给你送药，他立刻就去了呀。林露依旧没动。姜汁像是察觉不到气氛的转变，弯唇笑得灿烂。所以林露对你也真的很好。林露，他抱着林露的胳膊，头枕在他肩上。你不如好人做到底，给我哥介绍个男朋友吧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肯定也认识很多帅哥。我轻蹙起眉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缓解心口的闷滞。我不需要。姜汁，你从小也没怎么关心过我，现在莫名插手我的人生，突然对我关怀备至。我淡淡扯了下唇，挺瘆人的。姜汁呆呆地看着我，几秒时间，眼睛就蓄起泪水。不是的，哥。林露摔了筷子，面无表情地抽了张纸给姜汁擦眼泪，话却是对我说的，别狼心狗肺，你妹妹是为了你好。毕竟像你这种 gay， 不趁着现在年轻谈恋爱，年纪大了还会有人要。劝你有点自知之明。我推开了面前的餐具，站起身，笑了笑，这跟你们有关系？我觉得挺好笑的。有空操心别人，不如先关心关心自己的感情，多管管自己，比给我介绍男朋友有意义多了，懂吗？那是我第一次没有选择忍耐，刚了回去。积压在心口许久的阴云终于消散了些。公开出轨后，周围的所有人都开始无形中道德绑架式打压我。江寒，爸爸妈妈都接受你是同性恋了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吗？江寒同学，我们完全不歧视同性恋，但看在我们包容你的份上，你能不能也体谅我们？每次都在熄灯后去大澡堂洗澡。江寒，你别不知好歹，除了我，谁会跟你一个 gay 玩啊？让你帮我冒名体测一下怎么了？服软了那么多年，只为了小心翼翼维持关系的事，我不想再做了。明明人际关系只用2种方式就能很好维持住。不行你去死，和不行我去死。其实我已经把话都说绝了，林露还是在那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将我拦了下来。他身边站着谭颂。林露似笑非笑道，我给你介绍的可是我身边最帅的兄弟，叫谭颂，你见过的。不过可惜了，他就是个直男，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把他掰弯。我刚想拒绝就被他打断。林露俯身过来，凑近我的耳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只有我们彼此听得见。江寒，说到底你那天反应那么大，不过是因为还喜欢我，才不想尝试新的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真的让我很困扰，被一个男的阴魂不散的喜欢着。他把那天我对姜汁的话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，挺瘆人的。林露直起身，直视着我的目光凉意十足。我才后知后觉，他在为姜汁出气，报复我。喉咙干涩的厉害，我有很多想解释的话就卡在那里，说不出来。因为林露会说出比我所说的恶毒10万倍的话。谭颂对我们之间僵持的气氛视若无睹，径直走了过来，拿出手机调出2维码，对我抬了抬下巴，神情倦懒。谈恋爱吗？谈的话加个联系方式。林露顿时偏头，紧蹙起眉盯着他看。谭颂，你疯了？你不是说你是直的？谭颂眼皮耷拉着，整个人带着倦意，闻言挑起一丝笑。你不也说你是直的？那我怎么还听说你和男的接过吻？林露神色紧绷，盯着我，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察觉到面前2个男人在不动声色的较量，鬼使神差的。我不想谭颂输，可能是因为他帮过我，所以我也拿出手机添加了他的好友，抿出个笑回答他。弹2维码后自动弹出谭颂的名片，我正准备点击发送好友验证，一只手盖在了我的屏幕上，抬头就对上了林露的眸子，神色是一如既往的淡漠。无论如何别赌气。谭颂靠在一边，似笑非笑地反问他，林露，你以什么立场说的这话？林露没回答他，只是偏执地盯着我。你想好了，我不会劝你第2次，所有后果你得自己承受。我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谭颂也是直男，他觉得谭颂跟他一样烂，认为我会再陷进去，受到伤害。我无视他灼热的目光，发送验证。谭颂秒通过。林露后退着拉开距离，又恢复了那副从容的姿态。很好，那我拭目以待你们这段潦草的恋爱能撑多久了。林露走后，我才卸下紧绷的情绪，主动向谭颂道谢，谢谢你刚才主动陪我演戏，帮我解围。接着不停歇地表明立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骚扰你的，或者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我删了。谭颂作为直男，这会儿向我提出谈恋爱，不管是我还是林露都看得真真切切，他是在做戏，没人当真。我说话的间隙，谭颂已经把我置顶了，顺便还给我改了备注，亲亲宝贝，他掀起眼皮扫了我一眼，
什么意思？刚跟我在一起10分钟就要甩了我？我难得磕巴了下。不，你不是直男吗？难道我遇到了传说中的直男微霜了吗？谭颂敛起漫不经心的神情，言语间满是认真。我没谈过恋爱，之前也没喜欢过别人，性向不明，怎么就默认我直男了？当时的我并没有反应过来他这句话暗含的另一层意思。见我没说话，他自嘲地扯了下唇，低着头。算了，你讨厌我可以直说，我不勉强。我望过去时，注意到他正将头像换成全黑， ID 改成了一个商字。我什么非主流举动？接着把我的备注改回了全名。挺好的，我的初恋10分钟就结束了。谭颂像看渣男一样看着我，冷笑，果然不能相信男人。分就分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我急身拉住这位比铃鹿还要高出那么一点的非主流哥，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。不是，我耐心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盯着我，所以你不打算甩了我？虽然还处在状况之外，但我还是缓缓点了点头。谭颂摆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，行吧，原谅你了。又把 ID 头像换回正常的，朝我伸出了手。我一头雾水。谭颂理所当然的语气。谈恋爱不能牵手。恍惚间，我不合时宜地想起和铃鹿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试图去牵他的手，但他不动声色避开了，淡笑着。别这样，江寒。两个大男人牵手挺奇怪的，被人看到不觉得丢人吗？啊！思绪回笼，沉默了几秒后，我拒绝了谭颂。被人看到的话不能看。他打断我，径直牵起我的手往前走着。男生的背影宽阔而挺拔，他边分开我的手指，十指相扣，边头也不回地说：江寒，自信点。谭颂的咖色卫衣外搭了一件黑色的飞行员外套，少年感十足的他身上散发着阳光的气息，在某一瞬间比照在头顶的光还要温暖。我确信。此时我平稳的心跳乱了一拍。江之听说我谈恋爱后，先斩后奏订了个包厢，点了一桌子菜，才打电话叫我和谭颂去吃饭，完全不给人拒绝的机会。江之在看到谭颂时，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。谭学长，你真是我哥男朋友？谭颂替我拉开椅子，才大啦啦坐下，回答食言也没抬。不然，你不觉得你问的这问题挺没脑子的？你让你哥带男朋友过来，他能把他导员带过来吗？江之脸涨得发红。我只是不敢相信而已。铃鹿，你真的给我哥介绍了个这么帅的男生啊？可他们俩看起来一点也不搭。铃鹿边给他拆餐具边嗤笑了一声，没有感情的表面情侣能有多搭？江之托着腮，困惑地皱起眉，问谭颂：谭学长，你为什么会看上我哥呀？是学校里没美女了吗？我听着不由得笑了。谭颂定定地看着他，半晌才懒洋洋转过头问铃鹿：铃鹿，你为什么会看上他？是世界上没女的了？同样的话，谭颂还给了江之。他听后脸色瞬间就白了。铃鹿，谭学长为什么要这么说我？他这明显的双标真挺讽刺的。谭颂又开口呛了他2句。所以江之，你可以这样说你哥，但不能接受别人这样说你。铃鹿看不过眼我们都针对江之，放下盘子时磕出了不轻不重的声响，嗓音压低，带着警告的意味。芝芝是女生，你们说话客气点。况且她也没说错。铃鹿缓缓抬眼，目光落在我和谭颂身上，嘴角提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。你们看起来客气到和陌生人差不了多少，和情侣丝毫不挨边。有谭颂在，他全程嘴炮不停，完全没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是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我们还要把这2天接吻的次数跟你报备才行。铃鹿动作一致，旋即恢复如初，低笑出声。接吻？他视线掠过我一瞬，没再说话。我却看明白了他的眼神，他根本不信谭颂的话。中途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出来时铃鹿正斜倚在旁边抽烟，和他接吻了。他眼底笑意十足。我低头洗手，并不打算搭理他。铃鹿掸了掸烟灰，慢条斯理地逼近我。骗人啊，江寒，你有病。我冷下神情，正打算绕过他时，被他拉住胳膊。接过吻根本不会是你现在这样。他垂下眼，盯着我的嘴唇，嗓音低哑，这里会肿一整天。我被他逼到墙边，忽然就不想挣扎了，轻笑了下，问他还有烟吗？他有些意外地挑了下眉，抽出一根。你会？我没理他的茬，接过咬在唇边，点燃吸了一口。铃鹿注视我的目光越来越暗，我把玩着半燃的烟，蓦地手腕一转，直接将烟头碾压在铃鹿胳膊上。他闷哼一声，颤着胳膊后退。我冷眼看着他，疼到拧起眉，最后一次警告：铃鹿，离我远点。和谭颂比起来，你整个人里里外外都烂透了。今天我确实有些偏激了，除了有被铃鹿恶心到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现在我在和谭颂谈恋爱，我得给他一个干干净净的初恋。
林路10多分钟后才回到包厢，脸上的神情称得上阴沉，尤其是看向我的时候。江之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我和林路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但不一会儿，这场个怀心思的饭局即将结束时，江之猝不及防地摔了盘子。我一抬眼，他的脸已经布满红疹，嘴唇微微打肿，大喘着气，似乎呼吸不上来。林路是最快反应过来的，接住即将摔倒的他，神色凝重，语速听起来比往常急促。芝芝，是不是过敏了？江之快要窒息到休克过去，回答不了他。我站起身，和林路同时看向了他刚碰过的果盘，那里面有芒果。这个果盘是后来我加上的。林路显然也想到了，他抱起江之往外走，路过我时无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凉到让人遍体生寒。我们赶过去时，江之已经打完针，正躺在病房里输液。听护士说林路去办手续了，他嘱咐了我一句就离开了病房。你是患者哥哥是吧？那你盯着点，这袋输完记得来叫我换液。我点点头。谭颂靠在一边若有所思地逆着昏睡的江之，忽然情绪不明地说道，你妹妹挺豁得出去啊。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袋子里的药水呢。听到这话顿了顿，正想说什么，又看到这一袋已经输完了，弯腰观察了下江之的手，打算起身去找护士时，一只手陡然攥住我的胳膊，耳边传来林路咬牙切齿的声音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下一秒我就被大力甩在身后的架子上。安静的病房里响起突兀的碰撞声。江寒，谭颂扶起我，沉着声问，怎么样？磕伤了没有？我缓了几秒才摇头，应该没事。他半搂着我坐到一旁的沙发上，才转身走向林路。别这么看我，谭颂。林路对上气压极低的谭颂，神情也是淡淡的，是江寒他自找的。他点了带芒果的果盘，这事我就当他不是故意的。那刚才呢？你让他自己说，他到底要对他妹妹做什么？林路朝我抬了抬下巴，目光不善。谭颂沉默地关上了门，视线落在不远处立在墙边的输液架上，那是一整根钢管。我紧张地捏紧沙发边沿，轻声唤他，谭颂，别在这里闹事。他似乎像是忽然之间失去了听觉，听不进去我们任何人的话。在林路没防备时，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拖到面前，另一只手抄起输液架，就打算往他身上砸。干什么呢？护士及时出现，面对2个1.9米以上扭打在一起的男生，丝毫不畏惧，垫脚夺过输液架，咒骂间充斥着怨气。再闹我报警了。没事吧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医院？不要喧哗。他看了眼江之已经空了的输液袋，转身去拿另外一袋换上。谭颂沉沉呼出一口气，像是在压制着什么，毫不客气地甩开林路。江寒喜欢吃芒果，他点芒果没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江之，明知道自己过敏还会不小心吃，是他蠢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刚才江寒一直是在注意他什么时候该换液。最后他冷嗤一声说道，你和你女朋友都挺烂的。我已经从阵痛中彻底缓过来，走过去忽视掉林路复杂不明的神情，拉一下谭颂的胳膊，走吧，不用跟这种烂人解释那么多。林路抬手拦了我一下，江寒，我以为。不等他话说完，我忍着肌肉拉伸时的疼痛，回头不遗余力给了林路一拳。他头偏向一边，隐没在黑暗里看不清，没有还手，也没有说话。我用你以为？林路，你算什么？他垂在一旁的手微微蜷缩了一下。以前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这样，但那又怎样？谁在乎？我跟着谭颂回了他的寝室，他是一个人住，室友早早就搬出去了。谭颂拿出药箱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，把衣服脱了。我停下观察他寝室的动作，缓缓看向他，他也察觉到气氛正在变得怪异起来，对上我的目光时，耳朵刷一下就红了。不是，我是要给你后背擦药。面前纯情到动不动就害羞的男生，和刚才在医院戾气十足的样子完全像是2个人。寂静的深夜里，我承认谭颂此时展现出的反差感很招人。我坐在他床上，双手后撑着，微微仰起头，你帮我脱，我刚才打林路打的胳膊疼，抬不起来。谭颂低着头，手忙脚乱的，不知道在医药箱里翻什么。他轻咳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低哑。行。将找出来的药放在床头柜后，谭颂就蹲在了我面前，手要抬不抬的，满脸写满了无措2个字。我脱了。我慢条斯理地点了点头，那你记得慢点，不要弄疼我。谭颂头顶都要烧得冒烟了。他仰着头，抬手解着我衬衫的第1颗扣子，解到第3颗时，我清晰地看到他喉结滚了滚，不由得更加肆意妄为，单手捧着他的侧脸，轻柔地摩挲了下，轻声问他，你脸红什么呢？下一秒我就被他摁在了床上。谭颂手撑在我耳边，眸光沉沉，故意的。我躺在他被子上，懒懒地抬了下眉，没有回答，
但在谭颂亲下来时，我又敛起笑意，侧过头避开他的吻。等等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我去推他肩膀，眼神逐渐恢复清明。我其实之前和林露，我知道。他半压在我身上，打断了我的话。我一愣，谭颂下巴蹭了蹭我的颈窝，轻含着我的耳垂。他语调淡到没有起伏。我看到过他亲你。我转头想去看他，却被他捏着下巴制止。谭颂，他没应答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亲着我的耳垂。良久，才平静开口，我喜欢你这件事要早于我认识你。但我还是在林露问我是不是直的的时候说是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他温热的气息漾在我耳边，我反而成了无所适从的那个人。为什么？他笑了一下，对比我的紧绷，他就格外游刃有余了。因为我如果说我不是直的，他就不会把我介绍给你了呀。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林露他喜欢的人其实是你，他对你的占有欲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。只不过他这人清高惯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上男的，所以才会跟和你有几分像的妹妹在一起，自欺欺人。说到这，他忽然冷笑了声，但我没想到他能孙子到这个地步。为了逃避喜欢你这件事实，不停打压你，逼着你见证他和你妹妹的爱情。一晚上，我见识了谭颂不同的三面，不确定哪个才是真实的他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为了让你知道他有多恶心。他接着补充，顺便告个白，告诉你我喜欢你喜欢的要死。真的很难得听到有人会在第一次告白就把喜欢和死联系在一起的。所谓的小狗谭颂其实也有阴暗面，他察觉到我刻意放轻的呼吸，微撑起胳膊抚在我上方，笑着问，你怕我？刚才还不是很能耐很会聊吗？谭颂一旁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也让我终于松一口气。谭颂认真的时候压迫感太强。江寒是不是在你那？我回来给他送药。他没回寝室，也不接我电话。是林露的声音。谭颂摁了公放，将手机扔到一边。怎么？我下意识想起身，又被他摁回床上。林露声音染上隐隐不耐，你就说在不在？谭颂拖着腔调嗯了一声，垂眸和我对视。在我身下。我无声比着口型。你有病吗？2秒后，林露一言不发挂断。我有些不安。林露知道我没在寝室，她应该是回来了。而谭颂的寝室就在上面1层楼。不到2分钟，谭颂的寝室门就传来巨大声响，是有人在外面踹门。第二声比刚才更响，门也由此被踹开了。林露闯进来时，我才刚刚推开谭颂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忙不迭扣着衣领的扣子。谭颂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门，还有闲心对我勾唇笑了笑，这门质量不行，我们下次还是得出去开房。林露目光落在我被吸红的耳垂上，低声问谭颂，我记得你说你是直的，像是蛰伏在海面下的汹涌波涛。暂时宁静的空气中已经开始浮动着躁动的因子，但另外2人像是完全没感受到。我尝试着劝阻2个即将爆发的人，别发疯，这是寝室。然而也只是徒劳。谭颂挡住林露，看向我的视线，现在弯了，不行，不知道哪个字眼戳到了林露，他蓦地变脸，挥起拳头朝谭颂砸过去。你他妈装什么？没猜错的话，你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江寒来的吧？谭颂制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胳膊往后一拧。他下手很辣，我似乎听到了林露骨折的声音，但面上依旧笑意盈盈。是啊，谭颂每说一个字，林露的脸色就沉1分。在你和江寒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惦记上他了呢。好在他现在是我的了。林露下临紧绷，低吼着，你既然知道江寒是我的人，怎么还他妈敢对他动心思？2个人又要扭打在一起，我忍不住皱起了眉。林露，你有完没完？林露红着眼，目光凌厉。他碰你，我还不能打他了。我挡在谭颂身前，面不改色地和他对视。他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做什么都合情合理吧。在理智崩溃边缘的林露被我一句话拉回了现实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。林露的怒火就这么偃旗息鼓，他怔闭地看着我，神情有些茫然，张了张发白的嘴，却最终也没说出一句话。我没再跟他多说，拉着谭颂离开，打算先出去开房住。即将踏出房门那刻，身后响起林露很轻的声音，可我没有真的希望你和别人在一起。你不是说过会一直喜欢我的吗？他淡淡吐出2个字，骗子。谭颂握着我的手也骤然绷紧，我后知后觉，林露一直以来都以为我只是在跟他赌气。我本想松开谭颂的手，回头跟林露讲清楚，但谭颂紧握着不放。我叹了口气，像哄小孩一样安抚他，我只是想转个身，你先放开我。他一言放开，然后绕到另外一边，伸出手，那牵这边。我被噎了一下，但还是顺从地牵住这条大狗。林露自始至终都是静静地望着我们，眼底是化不开的悲伤。林露，其实自从你拒绝公开那时起，我就没那么喜欢你了。谭颂在旁边轻咳了声，挺起胸膛。我第1天就公开了，朋友圈、QQ 空间、微博、豆瓣、知乎所有平台，我
我选择无视，继续对林璐道：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做的每件事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到底凭什么会觉得我还喜欢你？凭你脚踩2条船，还是那张连喜欢都没说过的嘴？谭颂没完没了，眼里闪烁着骄傲的光。我不仅只有1条船，我也告白过了。我闭了闭眼，对他此刻幼稚的竞争欲满头黑线。林璐脸色有些白，但还是强撑着笑了笑。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挺好的呀。他小幅度点了点头，眼睛看向了别处。不喜欢我了，声音越来越低，像是喃喃自语。也挺好的。这样落寞可怜的林璐是以前我从没见过的，但我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觉得可笑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被扎的人是他。我和谭颂在最近的酒店开了一间大床房。离开寝室前，我们顺带跟宿管反馈了林璐损坏寝室的事儿。谭颂犹犹豫豫地跟我进了房间，眼神有些闪躲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：如果不习惯，可以再开一间。谭颂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点头。好。我安静地看着谭颂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篇帖子，贴主是男生。他说世界上真正的1不到0.00001%，大概意思就是大部分所谓的一，要么像林璐那样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男生，要么像谭颂一样无法接受和男生发生关系。谭颂是真的喜欢我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，但他的潜意识里大概恶心自己睡的人，下半身和自己一样。谭颂很快又回来了，眉眼间有些烦躁。前台没房间了，算了，就这么睡吧。我身心俱疲，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就进了浴室。空气有些沉闷，为了防止彼此尴尬，出来后我刻意躺在了床的最边沿。谭颂注意到了，脚步顿了一瞬，一直到关灯躺在另一边时都没再说话。我一动不动，压着心底的烦躁闭上眼。许久后，身后谭颂轻声开口：你真的完全放下林璐了吗？不管感情还是身体。我不明所以地转过头，刚好迎上他的黑眸。什么意思？他比划了下我和他之间的距离，眨眨眼。你好像很抵触我。我彻底转过身，和他面对面，踌躇了2秒，还是选择把话说开。我以为你抵触和我睡一间房。他一愣，反应过来我的意思。不是的，我以为你只开一间房是想跟我那什么。黑暗的环境中，我看不出谭颂脸是不是红了，但他偷偷将被子抬高，将下半张脸挡住了，声音闷闷的。但我还不太会男人应该怎么做，害怕没有林璐做得好，让你失望，才想再开一间房躲一晚上的。我听后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，往他那个方向挪了挪，低声骂了句神经病谈。宋立马顾涌过来，露出下半张脸。江寒，你哄哄我。我微抬了下眉，为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你躺到最边上，以为你不想跟我睡一张床。洗澡的时候我都哭了。他怕我不信，脸凑近了些，迫切地向我证明他发红的眼眶。夜晚是情绪的催化剂，一整天跌宕起伏的心绪在此刻落在实处，滋生出丝丝暖意。我靠过去轻碰了下谭颂的唇，退开，又碰了下，彼此的唇只有2-3厘米。我拿亲问呆着小狗，哄好了吗？他飞快眨眨眼，呆呆地问，你怎么不伸舌头？谭颂在我面前完全纯情，偶尔虚张声势一下，又会在实操时彻底垮台。我眼底涌入一丝笑意，又抬起下巴吻住他，含住他的唇，引导他张开嘴，唇舌交缠。再度分开时，我已经被他压在身下。谭颂气息不稳，无措地盯着我。你要不要现场教学，教我一下？我轻慢地瞥了他一眼，拒绝了。不行，你会弄疼我。他忙不迭点了点头，躺到另外一边，将自己裹进被子里。哦，那不是了，等我回去学习学习。晚安晚安。我轻笑出了声。这个夜晚，我为纯情小狗着迷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和谭颂回学校的路上被江之拦住，他看起来失魂落魄的。哥，谭颂不动声色挡在我面前，像是怕一个女孩子会伤害到我一样。昨晚林璐跟我分手了，你能告诉我原因吗？谭颂冷笑一声，你该去问他。江之也跟着笑了，眼底却泛起泪花。可我怎么觉得他是因为我哥才不要我的了呢？他终于说出来了。我从谭颂身后走出来，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？江之，我避嫌的还不够明显吗？你避嫌什么了？他讥讽地扯了扯嘴角。明知道林璐还对你有感情，你还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你不该在我们眼前彻底消失吗？退学不可以，休学还不可以吗？江寒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他将每个字都咬得清晰，紧紧盯着我。你故意在我们晃悠，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你妹妹，和你妹妹抢男人，你不恶心吗？谭颂面无表情地朝他走过去，拳头握得嘎吱作响。你确定要打我一个女生？江之站在原地，挑衅地看向谭颂。谭颂吃了一声，脚步不停。我出声叫住了他。江之反而得寸进尺，边咒骂着边朝我跑来，面容狰狞的和他平时甜美的样子完全不符。我侧了下身，摁住他后颈，直接将他的头压进一旁的喷泉池里，几秒后才将他拉起来。清醒了吗？
姜汁上半身几乎都湿透了，不停咳嗽着。我放开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道：清醒了就好好想想，我对不起过你吗？为了个垃圾要我退学，你脸有多大？他坐在喷泉边上放声大哭。那为什么林璐会和我分手啊？我又有什么错？我为什么又要失去男朋友？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听不进去任何话。我将外套脱下来丢在他旁边，没再管他。和谭宋转身离开了。林璐消失了1周，这1周姜汁因为找不到他，变得浑浑噩噩，精神恍惚，最后不得已请假回家调整情绪。谭宋也这1周也很消停，3个人像是说好的一样，都没怎么出现在我生活里。但我有点想谭宋。下课回来后，径直去他寝室找他。最近你在干什么？他将手机往身后藏了藏，耳朵又开始红了。学习那什么？我半靠在他椅子上，两眼看他。哪什么？他避开我的视线，动了动唇，却什么也没说，整个人快要害羞的炸了毛，看得我忍不住招惹他。我起身走到他面前，跨坐在他腿上。谭宋浑身一僵，不敢动了。我靠近他耳边，低声问：怎样上了我？小狗红着脸，变成了结巴。起来。我还没研究完，你别撩我。我又坐回椅子上，有些不解。你1周都没弄明白怎么做。他顶着红得发烫的脸，一本正经道：不是，我听说用的东西也很重要，沐浴露、洗手液什么的完全不行，可能会过敏。这种东西也要找安全性高的才可以。谭宋可爱的让人心痒。我捧着他的脸亲了一口，温声说了谢谢2字，就回了自己的寝室。推开寝室门时，唇边的笑意还没收起，但下一秒就看到我对面位置上的林璐。她看起来比以前瘦了一些。你知道我这1周都在干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我转身就想往外走。我跟我父母吵翻了，因为我出柜了，告诉他们我喜欢上了男生。他说：江寒，再给我1次机会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，我们公开，这次我来光明正大的爱你。我停下脚步，想了想，又关上了寝室门，回头看林璐，可我又不爱你。我警告你林璐，别再发疯打扰我的生活，也更别去找谭宋的麻烦。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，你都没有这么维护过我，江寒。他风轻云淡地说着最狠的话。其实你越这样，我越想弄死他。我沉静下来，坐在他对面，将我和谭宋恋爱的每一个细节讲给他听，最后告诉他，林璐，这些都是和你在一起时从未做过的。谭宋给了我无底线的偏爱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他轻合了下眼，颤着干涩的唇，这些我也可以为你做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我说，最重要的是谭宋从没有伤害过我。林璐沉默下来，许久才哑声道：我知道了。确信他不会再打扰我和谭宋后，我转身收拾了几样东西，打算去谭宋那里住几天。关上门前，林璐再次叫住我，我没忍住轻啧了一声，不耐烦的情绪摆在脸上，说。林璐站起身，凝视着我好像一直欠你个道歉。对不起江寒，我对你造成了很多伤害。魏延延的窗户被微风吹开，掠过林璐的衣角，还有，他弯了弯唇，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样笑得和煦。我喜欢你。我没搭理他，只在关门时轻审了声，真有意思。到底谁会为迟来的苍白的道歉和告白感动？谭宋终于在3天后准备好了一切。他假装自己很不经意地提起，今天出去约会吗？但是我订了很晚场的电影，大概要在外面过夜了。我也装得很平静，可以，记得订2间房。哦，小狗耳朵耷拉下来。我们出学校的路上刚好见证一场闹剧，姜之正拉扯着林璐嚎啕大哭，哭诉着什么。我爸前几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姜之有些精神错乱，现在一直关在家里，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想了想，只告诉他也许是因为分手了。姜之头发蓬乱，身上还穿着睡衣，明显是偷跑出来的。林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安抚他。周围几个女生去拉开姜之后，又指着林璐骂，好像是在替姜之打抱不平。林璐似有感般蓦地抬眼，四目相对时，她自嘲地轻扯了下唇，又别过眼。旁观的人有些在偷录着视频。谭宋见状，懒洋洋地挑了下眉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林璐和你妹大概要在学校出名了，大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意思。我没当回事，也不关心，继续听谭宋规划这一整天的约会。直到晚上到了酒店，谭宋像是脚粘在我房间门口一样。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听说这酒店建在坟场上面的，可能闹鬼。我看着他煞有其事的样子，眼底充满笑意。不怕。哦，那我回房间了。我了2声，站在门口不动，忍着笑看他1分钟挪一步的往他房间走。正打算开口叫他时，谭宋自己先忍不住了，大步流星朝我走过来，推着我进了房间，接着将我压在门上亲。换气间，他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。你故意的吧，江寒，你别总是欺负我呀。他低声喃喃了一句，又吻住我。谭宋真的很会撒娇。
甚至到了让人拒绝不了的地步。宝贝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也这么冷漠？你也夸夸我好吗？或者说你喜欢？我学习了1周，会很多东西，我们都尝试一下好不好？但是后来我看他哭了，实在忍不住，断断续续问了一句：谭颂你又怎么了？他红着眼抽泣道：好舒服。我那一晚，因为他的眼泪和时不时的撒娇，我一再退让，直到看到天边的晨光，才累极睡过去。全文完。